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关心过自己每日脂肪的摄取含量？我今天要来挑战尽量均衡健康的吃一日。为什么我会想做这件事呢？因为如果大家有看过我之前的影片的话，你会发现我平常上班日也常常把脂肪的摄取量给吃爆了，而我每日的脂质摄取上限大概是55克左右。那你看图中，我随便每天都吃到60-70克以上哦。而且如果你回去看这些影片的话，你可能会觉得，我们平常也没吃什么，那你可能吃的比我还夸张。所以呢，大家最好检视一下自己每日脂质的摄取量。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很注意摄取的来源，以及又常常外食的话，其实非常可能你每日的脂质摄取量都是超标的，而且包含了饱和脂肪的摄取应该也是超标的。那讲到饱和脂肪摄取超标，大家可能比较会想到的是自己的胆固醇有没有超标之类的。我下面找了2篇蔡医师对胆固醇看法的文章，大家可以去看看，都是非常正确的观念。文章的连结我一样放在影片的下方，相信内容可以解除大家很多对于胆固醇的疑惑。根据国民健康署的指引，我们脂质的摄取量应该要占每日20-30% 的热量。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假如我以一个成人一日摄取1800大卡为例子，蛋白质占20% 的话，我要吃到360大卡；脂质占30% 的话，我可以吃到540大卡；糖类占50% 的话，我可以吃到900大卡。尽量朝向这个目标吃，就是一个均衡健康的饮食。那接着大家可能又疑惑了，我怎么知道我每日到底要吃多少大卡呢？其实网络上有非常多的工具可以计算你的基础代谢率以及每日总热量消耗，我们常说的 TDEE。那基础代谢率跟每日总消耗热量有什么不同？这个网站上面都有根据其定义做解释，大家自己详细看，我就不用念了。那如果你是使用智抗糖或MyFitnessPal 这个软体的话，它其实里面你只要输入一些资料，它都会自动帮你计算。我这边先示范一下，如果你真的什么都没有算过的话，要怎么知道自己的基础代谢率以及 TDEE？我这边直接 Google TDEE 就可以找到这个计算的网址。我这边先随便的输入，假如我是男性，60岁，身高175，体重100公斤，我想这应该明显是一个肥胖的状况。那计算出来，它就告诉我了，我的基础代谢率是1800大卡左右。那根据我的活动率呢，我的 TDEE 会不同。如果我是一个长久坐办公室的人，我每日的 TDEE 就是2164大卡左右。但是如果我是每个礼拜运动6到7天的人，我每天就可以吃到3100大卡。可以看到 TDEE 会根据我们每日的活动量，其实差异还蛮大的。建议大家可以自己来算算看。那如果大家想要减重的话，可以按右边这个选项，我想减重，它就会建议你每天应该要吃多少大卡，可以达到减重的效果。理论上，其实你少吃7700大卡会瘦1公斤，但这个只是理论，我们的身体不是机器人，没有绝对值，所以一切都只能是大概而已。算好每日的 TDEE 之后，我们就可以来决定我们每日脂质的摄取量是多少。其实国民健康署也有给予一些建议，他说男性的话上限是70克，女性的话上限是55克。这样的标准建立在男性70公斤以及女性55公斤的状态下去估计的。那我下面有举一些例子，假如我每日的 TDEE 是2000大卡，国民健康署建议脂质摄取占30%，所以我每日脂质可以吃到600大卡。而1克的脂质可以产生9大卡的热量，所以我们再除以9大卡，所以我每日可以吃67克的脂质，这样子就计算完成了。如果你觉得很麻烦，不想算的话，最简单的估计方式就是你的体重约等于你每日可以摄取的脂肪克数。意思是说，假如我是50公斤的话，我每日大概可以摄取50克的脂肪，这是最简单粗略的计算方式了。而1克的糖类以及蛋白质可以提供4大卡的热量，我觉得这些都蛮基本的，大家应该要记一下。而且如果你常看营养标示的话，有一些标的很奇怪，你去计算它的热量啊，以及脂质、糖类、蛋白质的标示，你就会觉得，它好像标错了。我这边简单的教大家看一下有没有标错。
这个营养标示它显示蛋白质20克，碳水化合物5.9克，膳食纤维2克，所以我把蛋白质20克加碳水5.9，我直接算6，加起来之后减掉膳食纤维的4克，这样就只剩下1克提供4大卡的碳水与蛋白质，所以我乘以4，这样就是88大卡。而膳食纤维每克提供2大卡，这包有4克的膳食纤维，所以提供了8大卡。脂质有2.4克乘以9，所以提供了21.6大卡。接着我们把所有的热量加起来是88加8加21.6，等于117.6大卡，而标示的成分是117大卡。几乎与我们算出来是没有差别的，所以这一包的营养成分标示可以说是相当的正确。你说真的有人会标错吗？真的有人会标错，你常看的话就会看到一些标得很奇怪很好笑的。顺带一提，以前我们在研究第2型糖尿病，看很多第2型糖尿病 paper 的时候，常常会看到 paper 里面提到 high fat diet，这个的意思就是高脂肪饮食。常常在 paper 里面会看到它将老鼠分成2组，一组喂正常的饲料，一组喂高脂肪的饲料。paper 喂高脂肪饲料的原因就是目的要让老鼠变胖，产生第2型糖尿病。那这个高脂肪饮食的定义呢，我有看到说一日至少30或35% 的热量来源是脂肪，就算是高脂肪饮食了。那这是老鼠的饲料吧？我们来看看国民健康署的建议，而国民健康署的建议脂质来源是30%，那你会发现其实和老鼠的饲料差不多，大于30%，或许我们就可以称为高脂肪饮食。然后我又回顾了一下我之前的饮食，我真的每天都在高脂肪饮食欸，天哪，我觉得好可怕哦。所以我之前分享的一般饮食根本就是在导向自己走向第2型糖尿病啊。大家可能说，丽丝你已经是第1型糖尿病啦，不会得第2型糖尿病。没有这回事。第2型糖尿病，如果你懂原理的话，你就会知道它是互通的。好，所以我们就赶紧来进行健康饮食吧。首先，我先设定我一日要吃多少大卡，以及碳水、蛋白质只要摄取多少。如果你是使用智抗糖这个 app， 你可以先点入饮食的这个画面，然后再按右上角的这个设定，接着再按计算个人化饮食建议目标，接着输入你的个人资料、性别、身高、体重以及活动量等等， app 就会自动帮你计算一日可以吃多少大卡。那历史我决定要自己设定，我决定把它设在1500大卡左右。其实我实际上每日是可以吃到1750大卡。我设低一点的目的是为了让自己不要一直吃一直吃。大家都知道增肥容易减肥难，我现在的状况就是有在运动，所以我把蛋白质的摄取量拉到了体重的2倍以上多一点。所以我的蛋白质摄取量占到了31%，是没有按照国民健康署的建议的。那这样子我蛋白质这一天要吃到117克，而脂质的摄取国民健康署建议是大概30% 左右嘛，我要挑战低一点，我只设25%，这样子我每日的摄取脂质量就是42克。所以我蛋白质跟脂质的摄取设完之后，剩下的全部都给碳水化合物，这样子我还是要吃167克的碳水左右。关于这个比率要怎么设定，建议大家跟你的医师、营养师、卫教师甚至是教练讨论看看你现在的目的是什么，你是要增肌还是减脂，还是你只是想维持体重，会根据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设的 percent 绝对会是不一样的。像我考虑自己现在的状况就是有在运动，但是常常乱吃，偶尔会把热量吃爆，然后但是我只想维持体重，所以当初我就决定做这样的设定。但是如果你是用 MyFitness 这个软体，它也有一些基本的功能是可以设定的，但是你要付费买会员进阶版，会有比较精细的设定。那因为我是会员，所以我就把它设定的跟智抗糖差不多。其实非会员版的应该也是够用了，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状况看要用什么 app， 或者是你有自己找到其他可以算的 app 也是很棒的。如果你是有带 CGM 的话，还是比较推智抗糖，毕竟同一个 app 可以记录血糖加饮食，这样子去回顾，我想是最方便的。这样大家就不用操作很多软体，我想是最方便的。以前智抗糖其实没有记录那个碳水、蛋白质、脂质的功能，所以我就是这个 app 用，那个 app 有用。
就是两个 App 在那边记录来记录去的，其实有点麻烦。但是买 Fitness 这个软体还是有一个非常棒的功能，就是它可以预排饮食。你看我现在可以拉到3月23，未来的时间我现在想排多远就可以排多远。你说预排饮食很重要吗？以前对我来说真的蛮重要的，像是刚发生糖尿病的时候，我都会先排好我明天的早餐、中餐之类的。像是早餐的变化其实应该不多，大家应该不会有365种早餐吧？我先想好我明天要吃什么，我就会知道当餐有多少的碳水，要打多少的胰岛素，就不会很慌张那边说哦这个估多少，哦要打多少，不会，我都没有很慌张。而且你在安排一日饮食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非常的有趣。你可以预先知道说，诶，你明天这样子吃是 OK 的吗？如果碳水或脂质摄取太多，你就要想办法把那个含量很多的食物给换掉。所以你在这安排的过程中，你会非常了解食物的组成成分。好，那基本上我这样子就是设定完成了。接下来就来分享我一日的饮食与血糖。首先，我早餐吃了什么呢？我吃了摩斯的猪排堡，饮料是搭配无糖茶，但是我没有早上的时候喝，我把它冰起来了，跟午餐一起喝。为什么我要这样做呢？因为早上如果我吃猪排堡的话，再搭配无糖的茶，我觉得这样子纤维质太少之外，蛋白质含量也太少了。其实方便的话，你可以搭配摩斯的无糖豆浆就可以了。但是摩斯的无糖豆浆我觉得比较小瓶，蛋白质也比较少，也没有纤维，所以我决定自己去外面买豆奶。那大家来看我这一餐的营养成分，我这一餐摩斯猪排堡加益美全豆豆奶的话，总共有468大卡，主要还是以碳水化合物为主，有53.1克的碳水，蛋白质有27克左右，脂质呢有18.3克，确实是比较高了。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哇，我这一餐就吃了快20克的脂质诶，历史你这一天的脂质摄取量一定又要爆了吧？没关系，我们就看下去，我这一天会不会爆吧？我这一餐是先打8单位的速效胰岛素，然后从血糖128的时候开始吃，血糖最后上升了26，最高点值来到了154。其实这个碳水量理论上我要打到9到10单位的胰岛素是比较保险的，因为还要压制我明显的黎明现象。那你说我怎么可以只打8单位呢？因为我搭配的是这个益美无糖高纤豆奶，膳食纤维含量比较多。有些人本来就认为膳食纤维是可以不用算在碳水里面，可以不用计算胰岛素的剂量。这方面我觉得就看大家的习惯。其实汉堡对我来说还蛮升糖的，但是当我想吃这种高升糖的东西的时候，我就会搭配这个高纤豆奶，它对我来说有很好抑制血糖上升的效果。我不知道其他人有没有喝过，也有这样的感觉，这是我自己的感想啦。另一款统一高纤无糖豆浆我也喝过，但我觉得效果好像没有这么好，就是很一般的豆浆。吃完早餐之后，血糖最高点是154，之后便快速的下降，甚至有低血糖的风险。其实我蛮讶异的，因为这个组合我蛮确定就是8单位，我不知道今天为什么可能胰岛素敏感度比较好，所以看起来我好像可以再少打1单位。后面为了预防低血糖，我就先喝了这个低脂超能蛋白饮100cc，大约是6.7克的碳水。接着进入中餐时间，我去买了 Subway。我的选择是烧烤牛肉，然后面包是选蜂蜜燕麦面包，所以大家可能会想说，哈，你怎么选了一个看起来最甜的面包呢？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 Subway 的官网看过它的营养标示，基本上它每一种面包的碳水、蛋白质、脂质、含糖量都是差不多的，所以我想说，我干脆选一个我最喜欢的面包好了。但是关于每一个面包它的升糖能力是不是会有不同，这我承认我没有测过哦。另外我还加了一份嫩切鸡肉，所以我这一餐的总碳水量是49克，主要还是以碳水为主，蛋白质有21克，脂质含量就压得很低了，只有8克。那这些都是我依照 Subway 的官网所提供的数字所自己去计算的。老实说，我一开始对于脂质含量这么低有点迟疑，但我们就相信它官网吧。而这一餐我打了7单位的速效胰岛素，从血糖116的时候开始吃，血糖只上升了17，最高点是133，之后便快速的下降。看起来我胰岛素好像今天都很容易多打，我基本上是6到7克碳水打1单位的胰岛素，所以这一餐有49克碳水，我打7单位的胰岛素基本上是没有错的。但是我想如果是第一型的糖友应该都知道，关于自己几克碳水要打1单位的胰岛素这件事情有可能早中晚都在变化。
而且影响的因素超级多。如果碳水对应胰岛素剂量这么固定、这么好抓的话，我想大部分的人应该都很好控制。那如果你问我，如果一般人每天吃一样的东西，胰脏分泌的胰岛素剂量也会不同吗？基本上也是不同的。不可能每次分泌的剂量都完全一模一样。我不相信你每次吃的时候，你身体的状况、分泌的荷尔蒙浓度都是一样的。影响血糖的机制非常多，但是对于一般人或第二型糖尿病人来说，基本上你们很难看到这些变化。对我们第一型糖尿病来说是非常剧烈的变化，但是对你们来说可能只是一些小小的波动，甚至是完全无感的。所以在后面血糖快速下降的时候，我就先喝了低脂超能蛋白营养饮来预防我发生低血糖，但最后还是稍微碰到了一下低血糖。我总共喝了270cc 左右，没想到居然补了18克的碳水，将血糖拉到了120左右。那这个低脂超能蛋白饮大家要喝得很小心哦。为什么呢？我们来看它的营养标示，这一瓶总共375cc，如果你全部喝完的话，就是喝了25克的碳水左右。而且里面全部都是糖。大家记得我们每日可以摄取的糖上限是几克吗？大概是50克左右，而 WHO 更严格，是建议25克。当然你可以依据你的身高体重去精算你个人的摄取量，如果你不想去算的话，就记50-25，我觉得这是很好记的数字。那有些糖友可能会说，哈，可是我常常低血糖，就是要补糖，这样子我有没有可能每天都超过摄取量了？当然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第一型还是以不低血糖为优先，就算超过了你也要喝，绝对要把血糖拉起来。不管怎样，任何人都不要让自己发生低血糖，因为低血糖是有可能会致命的。而且基本上50克的糖，在我的生活中是很难喝到这个数量的，除非你每天都喝一杯含糖饮料，那就很容易超过哦。最后我们来吃晚餐，我晚餐是吃了贺卡厨房的罗勒嫩鸡风味意大利汤面。我在里面加了100克的花椰菜，还加了1颗蛋，还有90克的鸡胸肉。我很邪恶的还加了1颗海瑞贡丸。大家知道其实贡丸很油吗？但是我很克制哦，只加了1颗哦，我没有再加其他任何火锅料了。我这样子吃下来，碳水跟蛋白质占热量的各35%。你说这一餐脂质只有13.4克，怎么还占了30% 呢？因为脂质的热量要乘以9哦，所以还是占了30% 左右，刚好压线了。而这一餐的碳水量对我来说至少要打6单位的胰岛素左右，但是我吃完饭后想运动，所以我故意少打1单位，最后我只打了5单位的速效胰岛素，从血糖126的时候开始吃，血糖最后上升了42，最高点在168。没多久之后我就开始做了轻微的有氧运动30分钟，所以你看到后面血糖开始下降。那这就是我这一整日的饮食与血糖，我这样子吃下来，整天有99%的血糖都在范围内，我对于这样的结果是非常满意的。而且我这一天只打了3针，我超少只打3针的，因为我常常偷吃东西就会补打针。只是这是去年6月8号的血糖，不好意思有点久了，因为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分享，但是我只能趁下班时间慢慢的弄。接着我们来看最重要的重点，饮食分析。最左边的这个是智杠糖的界面，而右边2个涂黑色的是 MyFitness 的界面。基本上他们算出来的结果都是差不多的。那我们来看 MyFitness 的部分，因为 MyFitness 它比较准确一点。为什么会这样子说？主要就是在记录上的差异，像这个超能蛋白饮。像是这一天补糖，其实有一次我是补了275毫升，但是在智抗糖你只能记270毫升，但是在 MyFitness 你是可以准确的记录275毫升的。那我觉得大家完全也不用太在意这个一点点的差异啦。基本上热量是不可能算得到非常精确准确的，它就是给我们大概的检视自己的饮食就好了。那我会带大家看 MyFitness 是因为它所给的资讯也比较多一点。首先大家看到热量的部分，我这天总共吃进的总卡路里是1537大卡，而我的目标是设在1525大卡，
几乎是相当符合的。而且其实我还有运动，然后实际上我是可以一天吃到1700大卡左右，所以我今天基本上一定是热量赤字的。蛋白质的摄取方面，我总共摄取了118克，目标是116克，几乎是很符合的。碳水化合物摄取了166克，目标是167克，也是相当符合的。纤维的摄取这边看起来是不足的，只摄取了12克。但是有一个盲点，就是我的中餐 Subway 里面夹了非常多的生菜，但是 Subway 的官网营养标示并没有给膳食纤维有几克，所以那一餐并没有记录到膳食纤维的摄取量。但我想如果有计算到的话，可能还是有一点点的不足啦。接着我们来看今天的重点，脂肪摄取量。我这一日总共摄取了43克的脂肪，但最多可以吃到45克。饱和脂肪摄取了16克，最多可以吃到18克。我这一日终于是没有把脂肪摄取量吃爆咯。想想我之前每天都摄取60-70克的脂肪，真的是很夸张。摄取过多的脂肪，在前面的影片中都常常提到，会造成第二波的血糖上升哦。大家忘记的话，可以去复习一下。像我如果吃太油的时候，饭后3个小时没有补打胰岛素，那个血糖常常是一飙不可收拾哦。但是如果你问我当餐要吃到多少高比例的脂肪才会造成第二波的血糖上升，或者是要吃到多少克的脂肪才会造成第二波的血糖上升，我只能告诉你，这绝对是每个人都不一样的，你必须自己去观察。你也可以像我一样很标准的吃一次脂肪的摄取，之后你就会大概知道你这一天或当餐的脂肪摄取量会不会超过，就会知道说这一餐到底会不会因为吃了太油而造成第二波的血糖上升。然而我这一天有一个致命的缺点，就是我的钠含量超标了。所以我们来看钠含量最多的食品，第一名就是摩斯的猪排堡，第二名是贺卡厨房的意大利浓汤面。但是那个浓汤面其实我的汤并没有喝完啦，所以我可能只有超标一点点。而含有最多脂肪的食品也是猪排堡，毕竟它是炸的。而含有最多蛋白质的食品是 Subway 的烧烤牛，含有最多碳水化合物的食品也是烧烤牛。那这就是我这一天总共吃的食品营养分析。那因为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外食的，所以我早午餐选择了外食，那只有一餐是自己煮。目的就是希望可以尽量贴近大家的生活，甚至在早餐故意选择了猪排堡。我也跟大家说，我这样子吃是热量赤字的，意思是我长期吃1500大卡的话，是可以达到减肥的效果的。一方面也是想跟大家说，你在减肥的时候，其实也是什么都可以吃，只要你有达到热量赤字。但是我们当然还是要尽量选择原型的食物为主。像是猪排堡、贡丸这些都是加工食品，我们要尽量避免。但是说真的，我们在生活上，你真的能做到完全不吃加工食品，避免所有的非原型食物吗？你做得到当然是非常棒，但是说真的，我做不到。所以我选择的是我还是会吃，但是要注意分量以及吃的频率的问题。减肥的时候也是可以吃甜点麦当劳的，但是不能天天吃啊。你要尽你所能的降低频率。像我1个月可能吃1-2次的麦当劳全餐，我也不会把薯条换成生菜沙拉。我1个月就爆炸这1-2次，怎么了吗？但是如果你是每天下班之后就只剩麦当劳这个选项可以吃的话，我1个礼拜可能要吃3-4天的麦当劳，那我就一定会把我的薯条换成生菜沙拉了。好，不跟大家废话，总之就是希望大家要注意自己每日的脂质摄取含量。如果肆意的乱吃的话，其实我真的觉得蛮容易超过的。而且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也没吃什么啊，还是超过了。